我叫周麒麟，一个炼气9层卡了12年，只会在坊室角落修补破烂的底层散修。为了这笔巨款，我签下了违约金100万的生死契，接手了整个清玄城无人敢去的风灵殿夜班。他们说这里封禁着上古大能的残留阵法，前任守护者连储物袋都没来得及拿，就离奇消失了。直到我入职第1晚，手痒修复了一尊碎成7块的8臂铜像，不仅借此瞬间突破筑基期，还意外发现了一个毛骨悚然的秘密。呵呵，那散修又在补破烂了。炼气9层修了12年都没突破，还不如回去种地。手艺倒是不错，可惜修为撑不起场面，谁敢把好东西交给他？30枚下品灵石。下次找个筑基期的师傅修，放心些。30枚，够吃3天辟谷丹。诚邀阁下担任第9号风灵殿夜值守护者，日给中品灵石1万繆，30日为期。有意者持此玉简至万荣山北雾石碑处。1万枚中品灵石1天，我在这蹲了10年，全部家当刚好是这个数。玉简灵力波动不掺假，刻录手法是正经契约格式，还用了3重防伪禁制。能用这种手笔造假的势力，犯不着骗一个炼气散修。万灵山北路，去看看。周麒麟，是。跟我来。这阵势规格，够封一座小型秘境了。我叫沈若霜，店主秘史。灵魂契约，以你的灵火焚烧，即为签订生效。干满30日，结算报酬，中途退出，赔付100万中品灵石违约金。100万！我把自己卖了都凑不出。前任守护者呢？因个人原因离开。这是他遗留的物品，尚未有人来认领。这残留灵力浓度远超筑基期，至少是金丹修士才能留下的印记。如果是骗局，目标是违约金，可我全部身家不到1万中品灵石，逼我赔100万，逼不出来。烧就烧。1. 仅夜间子之卯时当值，白日进入。2. 镇煞兽灵气若有异动，以风灵布覆盖，禁止灵石探查。3. 听到麒麟哭泣之声，不可回应。4. 若有5手铜俑索要头颅，以傀儡头替代，封死内殿门。此时准时到岗。光这一层就有36扇门，里面封的都是什么？这灵压强度远超金丹期。我修了12年法器，接触过最强的残留灵力，来自元婴期修士的本命法宝，跟眼前这股灵力比起来，是萤火与烈日的差距。这地方到底封着什么东西？切口平整，纹理清晰，36条主脉，108条支脉，全部完美截断。守则上写的清楚，镇煞灵气若有异动，以风灵布覆盖，禁止灵石探查。没说不能用手，也没说不能修，放着不管，万一阵法出岔子，职业的是我，背锅的也是我。修好它，至少状态可控。沉，远超普通铜器，材质里掺了我叫不出名字的矿料，但这不影响灵脉走向是通的，断面是齐的，对上就行。每接通一条脉络，就有一股同等浓度的灵力灌入体内，经脉快被撑满了。筑期了，3年没突破，修个铜像就突破了。这不是信号中断，是玉符碎裂，
目标彻底消失了。全域戒严，巴比修罗的灵力信号消失了，不是转移，是消亡。肆虐3年，被评定为天级的邪煞，就这么没了，没有战斗痕迹，没有法术残留，没有任何修士上报，他就这么凭空消散了，没人能给出解释。3年了，还是这双手，但手掌下涌动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同。1、2、3、4、5，未经许可，严禁修补殿内灵气。昨晚接班时只有4条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沈若霜肯定是他家的，修好了东西还不让修，哼，修完了才加规矩，这是想找由头扣我工钱。1万灵石的日薪，一个铜板都别想少我的。8臂铜像，我接班时就是碎的，7块碎片散落一地，有失控风险。我顺手修了。守则前4条没有1条写禁止修复，第5条是事后加的，不能追溯。我的工钱一个子儿不能少。你把8臂铜像修好了？修好了，完整修复，所有灵脉贯通，36条主脉，108条支脉，全通。沉默这么久，不会是要叫人拿下我，或者宣布契约作废吧？我一件灵气部件彻底遗失，不是断裂，是消失了，找不回来，你能修吗？部件遗失和断裂修复是2个概念，断裂是拼回去，遗失是凭空补出缺失的部分。前者靠手艺，后者靠对灵脉结构的逆向推演。12年修复生涯，我独创的接骨续脉手法，只要残存部分超过60%，就能补全。每修复一件，额外10万灵石。10万，日薪1万加修复10万，店里上1000件残器，修10件就是100万。成交。第5条规则不取消，未经允许，禁止擅自修复。每一件我指定，你再动手。行。100年了，终于等到一个能修的人。100年，他等了100年，等一个能修复风灵殿灵气的人。那前任守护者呢？那块碎成3瓣的身份玉牌，那片金丹修饰的精血痕迹，沈若霜到底多少岁？风灵殿里到底封着什么？明晚子时，修第2件，内殿第7号房，千面傀儡。注：此器上次苏醒时击败了3个金丹。哦，原来才3个金丹。我操！击败过3位金丹期强者的灵气，让我一个刚筑基的去修。不过昨晚修完铜像，我直接从炼气9层跃入筑基初期。如果每修一件灵气都有这种好处，灵石是小头，境界提升才是大头。值了，回家。刻刀12把，银针108根，导引丝半卷，阵盘2面全在。走吧。灵气浓度比外界高了10倍不止，每吸一口，都能感觉灵力在经脉里加速流转。一切正常。出门前我亲手装进去的，每一件都检查过。储物袋没被人动过，东西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又多了1条。昨天修完8臂铜像加了第5条，今天还没动手就加了第6条。沈若霜到底是提前写好的，还是远程加上去的？观察别的灵气，为什么我修的是目标灵气，别的灵气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除非别的灵气会干扰修复。筑基初期的灵石范围足以覆盖整座风灵殿。12组监控阵法全部中断了。昨晚进来时还在正常运转，每隔3息闪烁一次，现在全熄了。整座大殿处于完全无监控状态，工具消失，规则新增，监控中断，3件事同时发生，这不可能是巧合。有什么东西不想让我修复灵气？藏在这种地方，
屏障品质不高，大概是筑基期修士的手笔。第1日，平安。风灵殿灵气充裕，适合修炼。沈姑娘给的守则只有3条，不算苛刻。第2日，发现灵气会自行改变位置。我明确记得那柄青铜剑昨晚在第3号架子上，今早移到了第5号。问沈姑娘，她不回答。第3日，沈姑娘建议我修复一面青铜古镜，她说这是最要紧的一件，我答应了。第4日，修复青铜古镜时，旁边的青铜剑忽然自行出鞘，一道剑气击中我的左臂，灵力从伤口处开始凝固，皮肤变硬变灰。我拼命催动灵力压制，只延缓了扩散速度。沈姑娘不在，铜门从外面锁死了。如果有人看到这段话，离开这里。风灵殿里的灵气，不是被封印的囚徒，是前任守护者金丹期修士，不是离职，不是辞退，是倒在了这里。不是被封印的囚徒是什么？他没写完。我昨晚修铜像时毫无异样，因为它碎成了7块，灵脉断裂，灵力外泄。一件已经碎了的灵气，没有力量反抗，但其他灵气，那些还保有部分灵力的残而未废的，他们有能力攻击。青铜剑替青铜古镜出手，监控阵法集体关闭，修复工具凭空消失，这不是单独一件灵气的行为，是整座大殿的灵气在协同运作。不去第7号房，我得先看看那面青铜古镜。没有动静。好快！刚才那个闪避，我连想都没想，身体自己动了。炼气9重时我绝对做不到这种反应速度。修了一尊上古灵气，筑基之后，身体素质直接跃升了。整座内殿都醒了。金丹期修士被一击就倒下了，我一个筑基，挨上任何一下都是同样的结局。铜门太远，30丈距离，穿过整个主殿，他们不会给我这个时间。镇守者斩区，禁止喧哗。镇守者斩区，内殿西侧走廊尽头。好险，命还在。这做工不对，没有任何工具痕迹。这些雕像不是被刻出来的，皮肤变硬、变灰、变成石头。这是一个活人的姿势，一个正在干活的铁匠，在某个瞬间被定格了。13尊雕像，13个人。都是前任守护者。这股脉动不是残留灵力的自然衰竭，它有节律，有起伏，就像呼吸，是活的。这些雕像里面有活着的东西。刚才那张脸动了。不是错觉，这些雕像里还有生命气息。13个前任守护者全部石化在这里，没有死透，没了。炼气期的伤，用丹药最快也要3天，我什么都没用，几个时辰就彻底愈合了。体质从修复铜像之后就在变。我要终止契约。单方面毁约，赔付100万灵石违约金。契约第9条，你签字的时候应该看过。100万灵石，我在东城修了12年气，全部身价不到2000，这个数字是让我卖命一辈子都还不清。我没有100万灵石，
所以你没有资格终止。还有一件事，你修复八臂铜像时，铜像中残余的邪煞气息已经和你的灵脉产生了关联。风灵殿的阵法能压制这种气息，但你如果离开殿方圆5里的范围，邪煞气息会外泄，吸引外界同类。什么等级的，取决于你吸收了多少。这算不算欺诈？你签契约之前，我说过2句话。第一句，风灵殿守护者的工作有一定风险。第二句，报酬与风险对等。你当时点了头。天天上一当，当当不一样。看在你修复有功，我可以给你的修复费涨到100万灵石一件，每修复一件，我回答你一个问题，不设限制。之前是10万，一夜之间翻了10倍。你筑基了。走不掉，违约金是天文数字，邪煞气息把我拴在这里。可留下来，我会不会跟他们一样变成石像？不会，我和他们不一样。修复铜像后，修为从炼气直接跳到筑基，身体素质暴增，伤口一夜自愈，每修一件灵气，修为就暴涨1阶，利大于弊，条件是活着。前任守护者的完整信息，我要看。你太弱了。太弱了。金丹期修士在他看来都是太弱了。他到底是什么境界？这座风灵殿到底封着什么？镇守者展区是唯一的安全区域，灵气不会侵入此地。昨天只有6条，守则会自己更新。什么时候更新，更新什么，取决于我遇到了什么。有某种意志在暗中观察我，不是沈若霜，他没进过内殿，是殿本身，或者是那13尊雕像中的某一个。不是被利器斩断的，是被某种力量硬生生扭下来的。就你了。筑头颅不是修补裂纹，不能凑合，要从零开始，筑一颗完整的脑袋。和以身助气，他把自己的生命力灌注进了作品里。珠锤落下的角度，铜液浇筑的节奏，凌厉焊接的手法，这些不是我学过的，是那个铜匠的本事。修复灵气，获得的不仅是灵力，还有原主人的记忆和记忆传承。和展厅里那13尊一样，没有死透。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？第8条，镇守者修复灵气时所释放的灵力余波，可能引发外界对应属性的灵力异变。修复越成功，余波越强。灵力余波对应属性。我铸了一颗铜头，对应的属性铜。听说了吗？昨晚城外出了一头天级异兽，铜手巨灵。什么模样？脑袋是铜的，身子是虚影，就一颗巨大的铜头颅悬在半空，眼睛闭着，额头宽，下巴方。额头宽，下巴方，和我昨晚亲手铸的那颗头颅一模一样。修复灵气，获得灵力传承，修为暴涨，天底下没有白得的好处。我一直在想代价是什么，真正的代价在殿外。我修复灵气的同时，相当于打开了一道口子，灵力泄露出去，在外界凝聚成异兽。修复灵气到底是在加固封印，还是在撕裂封印？没人会告诉我答案。我是棋子，只能看见周围2格的局面，但棋子也有棋子的活法，先活着，再看棋盘。沈若霜，元历320年，今年是420年，整整100年前。这是谁？先祖。100年前的先祖和你长得一模一样，连痣的位置都不差。血脉传承，
容貌相近，不稀奇。回答太快了，快到没有思考的间隙，是提前准备好的说辞。他不是在解释，是在堵我的嘴。筑基巅峰时看不透他，现在依然看不透。一个负责送物资的密使，不该有这种道行，除非他根本不是密使。等一下，我修复了2件灵器，按规矩，修复1件可以换1次提问，我要用掉1次。问：你到底是谁？镇灵阁密使沈若霜。100年前的沈若霜，还是现在的沈若霜？提问权只有1次，你已经问过了。这件事得自己查。麒麟哥，好久没联系了，有什么吩咐？帮我查2样东西：第9号风灵殿的历史，还有一个名字莫百炼。包在我身上。麒麟哥，出事了！说。我查到了，御剑阁里有2份关于第9号风灵殿的旧档，1份莫百炼的任命记录，但是我前脚抄完，后脚那3份记录就没了。什么意思？不是被人收走，是直接从玉简上消失了，自己一个个淡掉的，我亲眼看着没的。前后不到1个时辰，我抄在自己玉简上的也跟着没了。有人在盯着，能远程抹除御剑阁存档的人，镇灵阁内部不会超过5个。麒麟哥，这事太大了，我不敢继续查。但我打听到2个消息。说。第一，镇灵阁最近在大规模招人，不是普通弟子，是有特殊体质或特殊技能的人，待遇开得极高。第二，最近城外接连出现天级异兽，3个月内出了4头。外勤弟子私下传，那些异兽的灵力特征跟文献里记载的上古封印崩裂特征完全吻合。修复灵气，外界出现对应属性的异兽，上古封印正在崩裂。镇灵阁大规模招人，沈若霜活了至少100年，除非2者同时在发生。修复灵气稳固了殿内的封印，但溢出的灵力余波反而催化了其他封印的崩裂。拆东墙补西墙，我就是那个拆墙的人，也是补墙的人。不修复，灵气夜间暴动，我撑不了多久。修复，至少修为在涨，活下去的本钱在增加。外面的事轮不到我管，先活着。修玉尺和修铜俑完全不同，灵纹走向必须和原来完全一致，差1毫都会炸。铜匠的技艺传承还在，灵力操控精度提升了至少3成。金丹初期，第3件了，比当年的他们都快。什么都没有，但刚才那段记忆里，他站在13个人中间发号施令，那13个人每一个的气息都在金丹期以上。这把玉尺的原主人记得你，你手里那本书现在在哪儿？3天前，我还是个被灵气暴动折磨得夜夜难眠的看门人，现在金丹初期，修为在涨，信息在涨，危险也在涨。镇灵阁大规模招人，天级邪煞频繁出现，上古封印正在崩裂。13件灵气，修完3件到了金丹初期，就算剩下10件全修完，然后呢？外面的封印继续崩，邪煞继续冒，我在这地下待一辈子，不行，得往外走一步。镇灵阁的文献库里一定有关于风灵殿、关于莫百炼、关于沈若霜的记录，被人删掉的档案未必没有备份。沈若霜不在。最低都是筑基后期，金丹期占了6成，还有几个元婴初期的。347号，
金丹中期，灵力外放成这样，控制力不怎么样。兄台，看到那位了吗？天级镇灵师双月大人，镇灵阁3大主考官之一，脾气极差。上一批考核，他当场废了2个作弊的元婴修士，连阁主的面子都不给。哥们儿，你胆子可真大！考核开始，规则：进入封印阵，承受10面灵武释放的灵压，坚持10息为通过。灵压分4级。D 级对应筑基后期极限 ，A 级对应元婴巅峰。D 级灵压之下，70%考生未能坚持10息。过了。347号，金丹初期，他跑来考天级，怕是来凑热闹的吧？就这。地级灵压对他没用。什么？能提一提吗？B 级，直接跳了2级。凤灵殿的夜班真是太熬人了，3天没睡好。他在 B 级灵压里打哈欠。有意思。双月大人 ，A 级超出考核范围。指关节有点疼。金丹初期一拳，天级邪煞，连带封印阵一拳打碎了。347号，周麒麟。考核通过，直接认定天级镇灵师。今日考核结束。你体内的灵力不全是你自己的，邪煞之力不会消亡，只会转移。你身上至少有3股天级邪煞的力量残留，来源不同，属性不同，但都被你的金丹压住了。从第一件灵气修复开始，我就隐约感觉到了，灵力里有不属于我的东西。你从哪儿来的？散修。散修不会有这种体质。天级镇灵师令，明日辰时，镇灵阁主殿报道。知道了。双月大人，青云城西区地下灵脉3号节点崩毁，2只甲级巡逻队失联，灵力反应是天级。所有地级以上镇灵师西区入口集结。周麒麟，你随我来。一个刚通过考核的散修，双月，这不是儿戏。地下灵脉，风灵殿的地基就建在主灵脉上，灵力暴动可比对付一般的邪煞麻烦多了。保命第一，这份新工作看来没想象中安稳。有东西在吞噬灵脉的能量，速度很快，而且它在消化。我从未见过这种邪煞。没有邪煞特有的怨气和疯狂，只有一种纯粹的、冰冷的、机械式的饥饿感。这东西不是活物。来了。锈蚀铁蜈蚣。他的甲壳根在吞噬灵力，所有攻击都被吸收了。跟我修过的那些灵气太像了，虽然复杂了无数倍，但本质没变，都是人工铸造的产物。既然是人造的，就不可能完美。找到了，所有能量流转和结构应力交汇点，一个致命的出场级的缺陷。我需要靠近它。你有办法？或许它不是邪煞，是个构造体，得从内部破坏。所有人攻击它的头部和尾部，制造混乱，给周麒麟创造机会。不是破坏，是修复的逆向施展。结构。
大人，天极权限阁内9成9的卷宗皆可调阅。100年前被为最接近神的人，绝技是赴死物以灵，能让兵器傀儡产生真正的灵智。镇灵阁的许多初代灵器都出自他手。第9号镇灵工程，第9号风灵殿。不对，这尊雕像不是莫百利的作品，这尊雕像就是莫百利本人，活的。这不是附灵，不是残留意志。莫百炼，他把自己活生生铸成了雕像，在这里站了100年。他们全都是我守了3年的地方，不是陈列馆，是一座活人的囚笼。1个，2个，37个。那头铁武功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。这些遗失的灵气封印早已失效，他们镇压的邪煞正在外面肆虐。镇灵阁过去100年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亡羊补牢，无力感解决不了问题，只有变强，才能改变。这枚玉簪的复杂程度，远超之前任何一件。封印物的意志在干扰我，想动摇我的心神。守灵人受责，不得与封印物产生任何形式的交流。金丹中期，突破了。你修复了第4件灵器。是。风灵殿到底是什么？它是一座坟。100年前，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席卷天下，无数邪祟从地底涌出，几经灭世。为了镇压浩劫的源头，当时最强的14位修士联手启动了第9号镇灵工程。风灵殿就是那个工程的核心。它本质上不是殿堂，而是一座前所未有的巨型封印阵法。殿内每一件利器都是阵法的节点。那13尊雕像呢？阵法需要人来主持。为了让封印永久运转，他们将自己炼成了阵眼的一部分，以身为媒介，以魂为燃料，永久维持封印运转。他们还活着，只是永远无法脱离那座大殿。镇灵阁最近整理档案，发现了一份100年前的残缺记录，上面记载，当年是14人以身殉阵。可风灵殿里只有13尊镇守者，第14个人是谁？你还没有资格知道。100年孤寂，100年痛苦，你们承受的远比任何人知道的都多。快，时间不多了。什么时间不多了？刚才那种感觉不是幻觉。13位前辈的意志，他们在催促我。玄自己警报。周师兄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冷静，说清楚，发生了什么？青云城灵礁，一处新发现的地下遗迹突然爆发出强烈的灵力波动，阁里派出的12人先遣小队全部失联了。遗迹位于蓟城西侧30里的乱石滩下，灵力波动强度仍在持续攀升。阁主命令由我2人带领一队精锐，立刻前往探查。首要任务，营救失联的先遣队员。城郊，灵力波动，失联，这一切是否与刚才那句时间不多了有关？走。就是这里。灵力太混乱了，罗盘完全失灵。这股气息是风灵殿阵法的气息。入口在这边。
你确定？确定。全队进入，保持警戒阵型。这些阵法纹路的构造方式、灵力走向，与风灵殿的镇压大阵同出一拳。这里不是什么古代遗迹。什么意思？不是遗迹，那是什么？这里是风灵殿的外围储藏室。储藏室？风灵殿的储藏室怎么会在这里？事情正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。找到他们了！喂，你们能听到吗？是幻阵，他们被困在里面了。我来拉他们出来！不要乱动，这是复合型幻阵，强行破阵只会让阵法威力倍增，甚至可能伤及他们的神智。这个幻阵的结构环环相扣，想要安全破解，至少需要数个时辰。阵法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，强行破解风险太大，要安全解阵需要很长时间。周师兄在做什么？不知道。任何阵法本质都是由无数个结构拼接而成的整体，想要破解它，最高明的办法是找到结构的弱点，轻轻一抽，让它自行瓦解。找到了。这就破了，就一下。他对商阵结构的理解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。我们怎么了？你们留下照顾伤员，稳定他们的状态。我们继续深入。这里被人洗劫过了，封印基座全部被破坏。百年心血，第9号镇灵工程距今正好100年。有一个被封印50年的存在从这里逃出去了，而且他对第9号镇灵工程怀有强烈的敌意。这2件正是风灵殿遗失灵器名单上的物品。发现了什么？回去再说。30件遗失灵器，如今找回了2件。自己风格截然不同，破风而出的人不是第14位镇守者莫百炼，是另一个人。这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被封印在这里？又为什么对镇灵工程有如此大的恨意？进来。阁主，请您看看这个。阁主他在恐惧。他出来了。对了，我带回来2件遗失灵器，青铜9尊鼎，龙形玉佩，已经归位。所以，你欠我2个答案。第一，墙上那行字是谁刻的？第二，他现在在哪儿？在那座遗迹里，你有没有遇到一个人？不对，一个阁主得知有未知强者破风而出，第一反应不是追查身份，不是布防设阵，而是确认我有没有跟那个人碰面。他怕的不是那个人逃出去，他怕的是那个人跟我接触。没有，遗迹里只有被困的先遣队和那行字。现在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。你的问题我不能回答。为什么？时机未到。这种感觉太熟悉了，那些藏着裂纹的灵气也是这副模样，表面完好无损，内里千疮百孔，但灵气不会说时机未到，
行。你想知道真相吗？你的阁主沈若霜，他知道一切，因为他就是一切的亲历者。去问他，带上我。他们苏醒了。好，既然他们选择了你，我没有理由再隐瞒。大成器，我就是第14人。因为我的任务是等一个能接替我们所有人的人，我等了100年。风灵殿的全名叫封天绝灵大阵，上古有一套阵法叫五岳镇灵图，以5座山庙为阵基，镇压天地间游荡的凶煞之物。后来此阵失传，只剩残篇。120年前，我们15个人用残篇重建了这套阵法，规模缩小了10000倍，但核心原理一致。店里那些灵气呢？每一件残缺的灵气，对应一头被封印的凶煞。灵气越完整，封印越牢固。你在店里看到的那些裂纹、锈迹、断痕，不是岁月侵蚀，是他们在从内部啃噬封印。修复灵气，就是重铸封印。封印补全的那一刻，对应的凶煞会被彻底压毁，他的力量无处可去，会转移到修复者体内。这就是你修为暴涨的原因，不是机缘巧合，不是天赋异禀。你吞的是凶煞的残余灵力，被封印阵法过滤后的纯净版本。吞噬凶煞灵力有没有副作用？有，但不致命，前提是你的修复手法足够精准。阵法过滤的效率取决于修复的完成度，完成度越高，杂质越少。你目前的完成度是97%，在安全线以上。13尊雕像，100年前大阵建成后，需要人维持运转。13位镇守者以自身为阵眼，将肉身化为阵基，永久铆定阵法的灵力循环。化为阵基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血肉融入阵法，神识封入雕像。他们还活着，但没有躯体，不能行动，不能说话。唯一能做的事，就是通过残余的神识，在先知录上写字。他们的力量还能维持多久？1年，100年消耗，13位镇守者的灵力已接近枯竭。1年后，阵眼熄灭，封天绝灵大阵崩溃，殿内上千头凶煞同时破封。但这还不是最坏的。大阵的最深处，镇压着一个存在。什么级别？远超天级，没有具体的等阶划分，因为在他被封印之前，修仙界没有遇到过这种东西。上千头凶煞只是外层封印的副产物，他们是那个存在散溢出来的碎片化力量，被大阵截获后分别封入灵气。真正的核心封印在最深处。修复灵气是削弱它的外围力量，13位镇守者维持核心封印，而你留在外面，寻找能接替他们的人。100年来，我找过无数人，能修复灵气的修士不少，但他们做的都是同一件事：打补丁，给裂纹糊上一层灵力，让表面看起来完好，底下的结构该烂还是烂，封印该松还是松。37个人，来了37个，走了37个。你是第一个拆开灵气内部结构的人，你不是在补丁，你是在重铸。这是我100年来第一次看到希望。我需要你把修复速度提上去。提到多少？每日10件。现在1件就要耗费大半天，10件等于把极限拉到10倍。那个人被关了50年又破风而出的那个，他到底是谁？
他是第15个人。14+1，15。当年建阵时，他负责外围封印的铸造，上千件灵器的封印结构，大半出自他的手笔。他背叛了我们，在大阵即将合拢的最后一刻，他反手撕裂了3道外围封印，试图让最深处的存在提前苏醒。13位镇守者拼尽全力才堵上了缺口，代价是立刻以身殉阵，再无回旋余地。所以13个人不是主动选择的，是被逼的。他们本可以轮换值守，保留肉身，但那一刀逼得他们没有别的选择。他被我封进了遗迹的最底层，关了50年。但他出来了。他破封的时候带走了30件灵器。我之前以为是灵气损毁后被清理了，全对上了。每一件被他破坏的灵气，对应的凶煞就会在外界重生。他正在一件一件地毁掉它们，为那个存在的苏醒铺路。第31件，昨夜已破。又毁了一件。我现在就开始实践，不能从最难的开始，灵力储备不够，但也不能挑最弱的，收益太低，撑不住后面的消耗。6品到4品，外围封印完整度70%以上，内部灵力回路衰退但未断裂，就是这些。37条灵脉，17条腐蚀，2条断裂，不打补丁，从骨架开始重建。完成度9×8，比9尊鼎还高了1个百分点。封印里的邪煞在挣扎，第一件修复的动静惊动了他们。这还只是第2件。压住！联动了，他们在互相配合。多谢前辈们。修一件，退一步，慢但稳。7层嵌套封印，每层独立运转，铸造这件封印的人手艺极高。不能失控。引天煞入山中，电煞沉丹田，风煞走人脉，雷煞循督脉，水煞归海底，五煞归位，逆时针运转36周天。这不是简单的导引术，这是13位镇守者的功法核心。金丹，巅峰，不是强了1倍2倍，是质变。13位前辈，把毕生所学都封在了这里。元婴初期，那个人站在沈若霜身旁，十指相扣。13位镇守者之外，还有其他人。不能冲动，他未必知道我看见了什么。我需要更多碎片。镇压？我们为什么要镇压他？那是超越此界所有认知的力量，是通往更高境界的唯一阶梯。你们安于现状，甘心被这方天地束缚到死？我不甘心！陆晨渊，你疯了！那东西根本不是力量，是虚无，是吞噬一切的终点。哼！陆晨渊，就是那个被抹去面容的人。
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不懂，等我与他融合，我将超越一切规则。到那时，我带你一起去看看真正的世界。他伤害了同伴，背叛了所有人的信任，而沈若霜亲眼目睹了这一切。核心阵眼被破坏，大阵的寿命最多还有100年。是我没能阻止他，请让我留下，等待一个能接替你们重新加固封印的继承者。100年的孤独，这是他给自己的惩罚。他既是受害者，也是一个背负枷锁的赎罪者。修复的还顺利吗？很顺利，再有10天，应该能完成第1轮修复。陆沉渊，你怎么？从他们的记忆里看到的所有事，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他了。100年的封印只会让他更加偏执。如果他出来，第一个要毁掉的就是这里。他的封印也快到期了，对吗？那就在他出来之前，把大阵修好。这是什么？这股力量远超我所见过的一切。新来的小修复匠，你在帮他们修补楼龙吗？有趣。他醒了，不是错觉，那股意志是真实存在的，就盘踞在大阵最深处。出事了。他醒了。苏醒了一瞬，我在修复阵法核心时，一道意志直接冲击了我的神魂。他说了一句话：有趣，新的看守者。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。镇灵阁那边必须立刻知道。一道意志，一个声音。周麒麟，你确定不是修复灵气消耗过大产生的幻觉？长老，我以道心起誓，绝无半句虚言。道心？你的道心值几？若霜前辈，出事了！就在刚才，镇守大阵位于城外的东南北3处灵脉节点，同时出现剧烈异常波动，几乎就在我们收到你传讯的同一刻。怎么会这么巧？立刻派人探查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示威。他在告诉我们，他已经能影响到外部了。我去。3处节点，北部最为凶险，那里的阵法结构也最复杂。阁里已经派了3队人手，我去北部。我必须亲眼确认破坏的手法，这关系到后续的修复方案。这个新来的修复匠，身上有种与修为不合的沉稳。好，东南2处交给我和阁里的人，小心。我会的。阵基被人整个翻了出来，不是破坏，是拆解。每一道符文刻痕都被精准剥离，灵力引导线被完整抽出，手法之精妙，就像一场完美的手术。这种手法比我从13位镇守者传承中学到的任何一种都要高明。这根本不是在破坏，是在炫技。你就是那个新的修复匠。陆沉渊，手艺不错，能修复那些老家伙留下的破烂。怎么不说话？紧张了？你就是设计这座大阵的人。
不错，还算有点见识，但比起我，你还差得远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别紧张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这是前后不过一息，我甚至没看清他是如何结印的。阵法造诣的差距是天堑。我能看懂结构，但每一个节点的变化都远超我的计算速度。我刚要破解一个符文，阵法已经变换了5次。万物归原体，原来如此，难怪他们选了你。你对这座大阵了解多少？了解多少？我亲手设计了它，它的每一个弱点，每一处命门，我都了如指掌。看到了吗？你修复速度永远也赶不上我拆解的速度。你凭什么这么确定？因为创造者永远比修补者更懂得如何摧毁自己的作品。替我告诉若霜，我很快就会回去看他。破！再来，再来！无论是阵法还是修为，在他面前我都脆弱的不堪一击。必须更快，必须修复更多的灵气，得到更多的传承。不可能！我刚刚才修复完毕，3件核心灵气全部消失了，是被人取走的，不是阵法崩溃。3头上古邪煞，一旦封印失去载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麒麟，我感应到风灵殿的灵力波动异常，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会？3件灵气全都被人盗走了，悄无声息，没有触发任何警报。立刻启动最高等级的防御阵法，封锁所有出入通道。没用的。什么？风灵殿的防御阵法对他来说形同虚设，启动再多层防御，也不过是做给自己看的安慰。你说他，你知道是谁？沈阁主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，陆沉渊为什么能悄无声息地潜入这里？你果然已经猜到了。我需要确认。因为风灵殿的守护大阵，当年他也是设计者之一。果然如此，坚守自盗。他知道每一条秘密通道，每一个隐藏节点。这座阵法对别人是铜墙铁壁，对他不过是自家后院的篱笆。所以加固封印也没有意义。你怎么？你想说我去加固封印对吧？但他既然留了后门，就一定有绕过所有常规防御的办法。我们在他预设的框架里做任何弥补都是徒劳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所在坚固，有钥匙的人随时能进来。沈阁主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他留了后门，那我就亲手把这些门一扇一扇的全都砌死。你的意思是，修复大阵本身，从结构层面改写它的设计？不是打补丁，是从根源上重构那些被他动过手脚的节点。麒麟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座大阵笼罩整座城市，是当年13位镇守者联手布下的。修复一件灵气已经是极限，修复一座上古大阵，这不是人力能做到的事。如果常规手段做不到，那就用非常规的。万物归原体，不就是为此而生的吗？你，沈阁主，我知道这很疯狂，但除此之外，你能想到别的办法吗？想不到。仙之路，他自己显现了。一残不残，一缺不缺，釜底抽薪，方为正途。釜底抽薪，果然，从根源解决才是正道。入阵心，方见天地之痕。地面在震动。这是针线的入口。看来
是我的想法得到了大阵的认可。不可能，这个入口连我这个阁主都无权开启，他只听从大阵本身的意志，100年来从未对任何人打开过。那就说明，他也在等一个能修复他的人。麒麟，下面的情况完全未知，你的神魂消耗还没恢复。正因为未知，才更不能等。每耽搁一刻，陆沉渊就多一分准备。麒麟，守住这里，等我回来。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放心，拜托了。这就是守护大阵的真正核心，难以置信。这些灵力线条的精密程度远超我见过的任何阵法。13位镇守者的心血全部凝聚在这里，万物归元，开！找到了，17处，整整17个暗门，每一处都与大阵结构完美融合，利用阵法本身的能量流动来隐藏自身。如果不是万物归元体，根本不可能发现。陆沉渊，你还真是下了血本。17道后门天衣无缝，不过再精密的设计，在我眼里也不过是需要修复的缺陷。第1处，开始。这比修复任何灵气都要艰难100倍。不仅要理解它的设计逻辑，还要创造出全新的、没有漏洞的结构来替代。第1处完成。这是大阵在回馈我，不是镇守者们的力量，有效。继续。第4处完成，还剩13处，神魂消耗已经接近极限了，但不能停。每多修复1处，陆沉渊能利用的通道就少1条。最后1处，给我碎！成了。雕像，莫前辈，你醒了。谢谢你，孩子。这个声音是谁？接下来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。镇守者，莫前辈。这是这是莫前辈毕生的筑气感悟，他把所有的力量和记忆全部传给了我。莫前辈，您等了100年，终于等到了他。前辈，一路走好。元婴中期，还有莫前辈完整的筑气术传承。莫前辈，我不会辜负您的托付，剩下的12处后门，我一定会全部修复。谁？少了1个，还剩12个。陆沉渊，你到底还藏了多少手段？